有些问题在一些人看来完全不是问题，连小孩子都知道答案，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呢，却是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问题，终其一生苦苦探求而不得其解。人就是这么奇怪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就是这类问题之一。有人说这是科学问题，有人说这是科学解决不了的哲学问题。看完这期视频，看看你能不能轻松地给出答案。大家好，欢迎来看我的视频，我是 Lydia。上帝用了2天半的时间，已经把世界变得井然有序，适合生命的生存了。他第1天分开了光和暗，第2天分开了天和水，第3天分开了海和地。3次分开，上帝一说话，事就成了。环境已经准备就绪，接下来上帝就要往里面添置东西了，开始他的填充工作。这仍然是第3天，上帝分开了海和地之后，又说话了。他让地上长出植物，就是会结种子的五谷菜蔬和会结果子的树木，果子都包着核。中文里的核其实就是种子，希伯来原文和英文用的都是同一个词，直白的意思就是树的果子里有种子。种子是很奇妙的东西，上帝不需要不断的创造，这些植物自己会结种子，产生新的一代，这样就可以自动的代代相传，永续发展，非常有智慧的创造。德国人莱布尼茨是公认的举世罕见的通才，他曾有一句名言：世界上没有2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当然他引申的是哲学问题，但就植物本身来说，也的确如此。植物种类繁多，上帝却能如此简单地把植物介绍给我们，化繁为简，让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轻易理解。各从其类这个词在这里出现了3次，接下来还要再重复7次。在创造动植物的过程当中，上帝一共强调了10次各从其类，可见上帝是特别重视这一点的。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类别，表明各种生物并非是毫无目的的从一个物种进化到另一个物种的，而是根据上帝的心意设计而成，按照各从其类的原则创造出来的，互不混淆，并且一造出来就是成熟的个体。物种内部可能有演化过程，但上帝绝对不允许有跨物种的进化。第3天结束了，那么在第3天呢，上帝做了2件事，分开了海和地之后，还创造了植物。你可以想象，现在的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。时间来到了第4天，上帝要填充他第1天创造的光和暗。他造了2个大的光体，大的管昼，照耀白天，光亮炽热，提供光明和温暖，我们叫它太阳。小的管夜，辉映夜晚，皎洁柔和，像是给怕黑的孩子点亮的一盏小夜灯，我们叫它月亮。又创造了满天的繁星，太阳、月亮以及其他星星都是我们人类命名的。上帝只说2个大光和众星，并没有给它们命名，因为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有无数颗这样的星星，似乎没什么了不起。上帝赋予他们使命，让他们各司其职，为地球服务。除了发光照亮，还要指引东西南北，定春夏秋冬，时令节气，标明时间，有特殊事情发生时显示异常天象。上帝借此告诉我们，他是启动时间、设立气候的那一位，是他安排了宇宙万物的一切规律，日月星辰是他造好摆放在天空的。对地球来说，这些就像大钟、大日历，我们有阳历、阴历和农历，这些都不是人类发明的，而是上帝早就放好了在那里，人们通过观测太阳、月亮、众星这些天象发现的。发现星象的规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除了地球要有稳定的自转和公转，还需要有透明的大气层，可以看到日月星辰。地球不但是生命最好的家园，还是最好的宇宙观测站。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上帝创造了条件，让我们能够观测、认识他的创造，发展出现代科学。现在我们人类发现了太阳系，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，
就是日心说。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人类都以为地球是中心。你看，从地球的角度出发，你认为是地心说也没什么问题，是不是？从地球看，太阳、月亮不远不近的，它们绕着我们旋转，日出日落，月圆月缺，这些都是为我们服务的呀。第5天该填充第2天创造的天和水了。上帝一说话，就造出了畅游在水中的鱼和翱翔于空中的鸟，又强调了2遍各从其类，鱼各从其类，鸟也各从其类。上帝祝福他们滋生繁衍，生生不息，说明上帝都赋予了他们繁殖能力。第6天只剩下第3天创造的陆地需要填充了。上帝一说话，就造出了陆地上的动物，根据动物和人类的关系，把动物分成3类：牲畜、昆虫和野兽。又强调了5次各从其类。至此，上帝在造物的叙述中不厌其烦地用了10次各从其类，一再强调，可见动物和植物的种类都是出于上帝按照繁殖之律创造的，也是上帝所限制的，永不紊乱。例如，人们可以使马和驴交配而生出骡，但骡不能再传种。植物也是一样，杂交的植物一般不能留种。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让我们做基因改良 ，GMO， 也就是转基因。像这些改良过的蔬菜水果，无虫害，产量高，还有很多别的好处。但是转基因食品还是存在不小的争议，很多人认为改造了上帝原始的创造是会出问题的。所以现在很多食品上都特别强调非转基因 non-GMO， 有条件的人们宁愿多花钱，也要买标有非转基因或者天然甚至有机食品。我们看到后面几天的创造还是遵循同样的程序。神说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几日？还记得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吗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？如果你相信创造论，就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，因为上帝都是直接造出动物，有繁殖能力的动物。上帝造的是会下蛋的鸡，当然是先有鸡咯。小孩子都知道的答案，是不是？第6天已经接近尾声，但还没有结束。现在除了人之外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上帝创造的高峰即将来临，我们人类就要在上帝的口中诞生了。最重要的放在最后，上帝造人是压轴戏。你看，现在天地间日月辉映，草木葱茏，兽跳虫跃，鱼游鸟鸣。上帝就像父母为出生的婴儿准备好了婴儿房，使人一无所缺。我邀请你继续往下听，看上帝是怎么造人的，他所造的人跟其他的生命有什么不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打个小铃铛。我是 Lydia， 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